夫突然接到1年前死去妻子打来的电话，穿越时空抓到真凶，拯救妻子的故事。手机。2014年，在韩国釜山的一栋别墅楼内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警察们正忙着在案发现场拍照取证。东浩失魂落魄地坐在椅子上看着，不远处妻子的尸体被蒙上白布，抬上担架，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就像噩梦一般。东浩怎么也接受不了妻子就这样离他而去。时间回到案发前几个小时，当天因为东浩升职加薪，几个同事为他办了一场庆祝派对。下班期间，妻子开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曾给东浩打过几通电话，但他不仅没有接听，反而还嫌妻子太烦，直接把手机关机，继续和同事划拳斗酒，直到凌晨3点30分。等东浩醉醺醺地回到家时，悲剧已经发生。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警方在东浩家附近的监控录像里发现了一辆停靠在他们家门口的可疑车辆，而且妻子车里的行车记录仪也被人刻意拿走。此后，对妻子的死心怀愧疚的东浩便开始记录和案件有关的一切线索，希望能够早日将凶犯绳之以法。然而过了1年时间，妻子的案件仍然没有丝毫进展，东浩也在煎熬中变得颓废不堪。夜深人静之时，他总是会呆呆地看着一家人曾经疯闹的视频，靠喝酒来排解心中的悔恨和苦闷。这天，东浩刚送完女儿上学，没想到却突然接到过世妻子打来的电话。什么情况这是？而且电话那头还真的是妻子的声音。与此同时，东浩还发现了街上有一个和妻子极为相似的女人，于是赶紧下车跟了过去。可下一秒他就发现认错了人，电话里继续传来妻子的话语，竟然还有女儿的声音。东浩猛然地望向学校，然而此时的女儿却正和同学有说有笑。难道时空发生了错乱？他强装镇定，询问对方当前的时间和日期。原来这天正是妻子遇害的那一天，也就是自己升职加薪、电话关机的那一天。东浩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赶紧告诉妻子，下班后开车会发生追尾事故，并且晚上千万不要回家。而且话还没说完，那边就挂断了电话。等他再回拨过去，却提示号码是空号。看来这通电话只有妻子才能够拨打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妻子下班了，在回家的路上，她突然想起了丈夫提醒说会发生追尾事件，于是调转车头，避开了追尾。而另一边下班的东浩发现，原本在车头的擦痕竟然变换了位置，来到了车尾。难不成自己真的能和过去另一个时空的妻子沟通吗？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一旦过去的事情发生了变化，那么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也会随之改变。东浩赶紧回家，找出记录线索的手册，上面记录着晚上6点半妻子会回到家中，时间在1分1秒钟流逝。此时妻子又打来了电话，来不及多说，东浩只是一个劲的让妻子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家里非常不安全。他告诉了妻子自己来自2015年，请他一定要相信。然而妻子却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话音未落，家里的门铃就响了起来，一个面戴口罩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男人就站在门外。只见他身影一闪，便朝着后院跑去。在切断照明之后，男人打碎玻璃门闯了进来。黑暗中，妻子不断挣扎，将书架上的东西打翻在地，而下一秒，东浩这边的书架上的物件也凭空消失。幸运的是，这一次妻子终于成功的逃脱，一路小跑来到警局报案。而另一个时空的东浩也赶到了警局，询问自家附近近1年来有没有发生入室行凶的案件，而警察们却一口否定。此时东浩发现记录线索的手册竟然一片空白，会不会是妻子得救了呢？很快事情得到了印证，夫妻俩再次通话。东浩让妻子去查看行车记录仪，查找凶犯的线索。在记录仪里，他看到了面罩男的车牌号，并告诉了东浩，随后便挂断了电话。与此同时，一个自称是警察的男人来到了妻子的车前，说是来调查这个案子，要求进屋查看。妻子信任地将自己与1年后丈夫通话的事情全部都告诉了他。然而他却不知道的是，这个警察男竟然就是凶犯。随后凶犯还主动和东浩通话。此时妻子无意间看到了凶犯耳朵后的伤疤，顿觉有些不对劲。他谎称要回到车里拿东西，试图开车逃跑，可越着急就越手忙脚乱，还没来得及开走，凶犯就追了上来。然而求生的本能让妻子不停地挣扎，最终还是逃脱了。但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身为警察的凶犯利用职业之便，将东浩的物件伪造成凶案证据，栽赃陷害。因此2015年的东浩也变成了杀妻的嫌疑人。
看到通缉犯信息变成了自己，东浩立马逃出了警局。为了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东浩根据之前记录下来的线索，找到了真凶的家里。他发现了妻子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然而此时，警察已经开始全程搜捕东浩。不巧的是，急着收集证据的东浩在半路上竟然和凶犯狭路相逢。然而，正当凶犯要杀了东浩的时候，一名便衣警探的出现解救了他。回到家后不久，妻子打电话来告诉东浩，他将罪犯遗留的凶器藏在了自己工作医院的诊疗室里，1年内不会有人发现，让他小心行事。随后，东浩找时机拿到了证物，准备驱车离开时，凶犯又跟了上来。但这一次，东浩早有准备，他拿出5连发对准凶犯就是一枪，结果却失手打到了车库的闸门上。就在闸门快要关上的一瞬间，东浩侥幸地从底下钻了出去，逃过一劫。但是没想到的是，凶犯直接跑去东浩的家里，绑架了他的女儿，还以性命威胁他交出那把带指纹的水果刀。而此时，在2014年的那个时空里，凶犯也同样绑架了东浩的妻子。2015年的时空，东浩佯装交出了证物，趁机电晕了凶犯，解救了女儿。可是没过一会儿，凶犯就苏醒过来，和东浩缠斗在一起。而2014年时空里的妻子也顺利逃脱，给了凶犯一记重击。马上，这边凶犯的额头上就多了一道疤痕。在打斗中，东浩被凶犯捅了一刀，奄奄一息。但更为糟糕的是，2个时空的凶犯都占据着上风，他们分别准备杀死孩子和妻子。在3个人都濒临死亡的时候，2014年时空里喝醉酒的东浩回家了，他一记重击将凶犯打翻在地，救下了妻子。而此时刚好定格在凌晨3点30分。电影的最后，东浩在家里的楼梯边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身上完好无损，没有一点伤，而妻子就静静地站在自己的面前。东浩激动地将妻子一把搂在怀里，而此时桌上的手机却又再一次显示妻子的来电。有些事情只有等到失去之后才会懂得珍惜。一场太阳风暴将1年前死去的妻子和如今满怀愧疚的丈夫连接在了一起。虽然中途几番波折，但好在最后丈夫还是挽救了妻子。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的存在，这样的场景只能在电视中，在人们的幻想中才能够上演。但事实上又有多少人是抱着永远也说不出口的后悔度过了这一生？有很多事情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好好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人生不再有太多遗憾、缺失和后悔。